喜宿主绑定宗门共生系统，只要你掉一根头发，宗门所有人都会变成秃子。你要是嗝屁了，全宗门就得集体开席。不会吧？何必修？可只在本座面前胡说八道，轻则废去修为，逐出靠山宗；重则扒皮周筋，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长老，此事千真万确。这是我近1000年来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长老，这事儿听着是挺扯淡的，不过扯淡归扯淡，事实却是真的。既然知道是扯淡，还杵在这里干嘛？扫地的活干完了吗？后山的柴劈了吗？灵田里的粪挑了吗？长老，我没开玩笑，我现在就是靠山宗的命根子，但凡磕碰一点，哪怕是您这样的元婴期大能，也得跟着流血。何必修是吧？我记得你上个月考核倒数第1，就你这炼气2层的修为，连门口那条看门的大黄狗都打不过，还想让我流血？本座站着不动让你砍，把你那破柴刀砍卷边了。本座要是掉一根汗毛，这长老位置让你坐。这年头说真话果然没人信，还是得弄点动静出来才行。怎么，你来真的？哼！快把刀收起来！滚去撕过牙，面壁3个月。年轻人想出头可以理解，但脑子不好使，那是硬伤。长老，您瞧仔细了。你要干什么？自残来讹诈宗门吗？这招数，凡间地保流氓都不用了。这伤痕的深度、长度，竟然和这个杂役弟子手上的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你看，我就说会疼吧，您还不信？尼玛，我可是元婴大能，别说一把破砍柴刀，就是地阶灵气砍过来也得崩个缺口。可现在就因为眼前这个炼气2层的小杂役拿柴刀划拉了一下自己的手指，我竟然跟着受伤了。如果刚才这小子划的不是手是脖子呢？如果这小子哪天想不开跳崖了呢？那我岂不是要跟着陪葬？不对，他刚才说的是全宗门。你刚才说你是宗门的命根子？是啊，要不再试试，我捅自己大腿一刀。别，祖宗！别动，你千万别动！这种大事为何不早说？我说了啊，我说我要是受伤，全宗门都得受伤。你确实说了，可谁能信？谁敢信啊？宗主，出大事了！我堂合体境大能，东西没了都能重生，这区区一个手指伤口，为何不能修复？不对劲，难道是宗门遭受了什么神秘攻击？宗主，出大事了！你是不是左手食指也出现口子了？快来砸一堂！我操！撕裂空间，穿越3天，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大场面了，太帅了！宗主，咱们指头上的伤就是这小子弄的，他受伤，咱们宗门里所有人都要受伤。你当我是傻子吗？说什么话呢？宗主您不信，可以试着恢复他的伤口，真假一验便知。我靠，这怎么可能？我一个合体期小辈，却修复不了这个炼气期大能的伤口。那个宗主，这伤好像只能等他自己好。九转还魂丹，这可是传说中的圣药啊！宗主使不得呀，他才炼气2层，这丹药别说吃了，就是丹气入土，他都会原地领盒饭。到时候他要是嘎了，那我们全宗都得嗝屁。虽然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还是小心为妙。我先刮一点丹药的粉末给他试试吧。
好了好了，我去，这怎么可能？不好，一定是宗门高层想要问刚才手指受伤又突然愈合的事情。你就在这里看着他，务必给我看好了，让他待在杂役殿，哪里也别去，一步也别动，任何人都不能靠近他。我去就回。宗主，刚才到底怎么个事儿？为何我突然受伤了？宗主，刚才我正调教新收的弟子，好端端的就见了血，这到底是什么诡异的术法？会不是有仙人对我等出手？不可能，何方仙人会如此无聊，戏耍我等？诸位稍安勿躁，事情的原委我已经在查探，护山大阵安然无往，宗门内并无外敌入侵的迹象。宗主，大事不妙啊！我刚强行推演了一番，没了，宗门的气运、天机全都没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宗主，我刚刚以本命星血为引，卜算宗门未来，可龟甲之上一片空白，不是凶兆，也不是吉兆，而是一片虚无。虚无几个意思？以前推演哪怕是大凶之兆，好歹也能看见一片血色，可这次就像是你睁着眼，但有人把世界关了灯，黑的、空的，啥也没有。你是说咱们靠山宗以后没气运了？不知道。咱们祖师爷飞升了7、8位，都在上面看着，咱仙界有人，这气运还能断了？哼，难不成祖师爷们在上面集体喝高了，忘了照拂咱们？这可如何是好？我炉子里那几颗造化丹，若是没了宗门气运加持，怕是要废。丹药废了是小事，若气运被遮蔽，宗门护山大阵的阵眼便失去了天道感应，后果不堪设想啊！都别瞎猜了，风师弟刚才说了，是一片虚无，虚无不代表没有，那是不可知。若是祖师爷在上面有什么大动作，蒙蔽了天机，风师弟推演不出来也正常。的确如此，若是涉及仙界大能的布局，我这点微末道行确实看不透。该炼丹的炼丹，该练剑的练剑，谁要是敢把气运断绝这种谣言传出去，动摇军心，终归伺候。宗主，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风师弟，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但这事太大，大到靠山宗能不能活过明天，全看这一哆嗦。宗主请讲，我受得住。光受得住不行，我要你发天道誓言。一定要发吗？一定。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绝不能说出去，否则宗门必亡。好。苍天在上，厚土在下，我风眼尘今日在此立誓，无论从宗主口中听到何事，绝不外泄半句。若违此事，元神崩碎，永坠九幽。宗主，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这事天道是不是不想听？为何要批咱俩呀？风师弟，如果我说咱全宗几万人的命，现在都拴在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裤腰带上，你信吗？我脑门上写着好骗俩字了吗？宗主，我执掌天机峰2000多年，算过的卦比你吃过的米都多。炼气2层的杂役，你不如说咱们宗门大皇生了一窝麒麟。既然不信，那就跟我去看看。王德发，你搞什么飞机？抓紧把大阵撤了！宗主，您可算回来了。这阵法太费灵石，为了保护这小子，我可算是鞠躬尽瘁了。看吧，就是这个小子。
炼气2层，根骨下下等，经脉堵得跟后山的排水沟一样，灵根杂得五颜六色，简直就是修仙界的耻辱。就这是全宗门命脉吗？我去薅根头发推演下试试。你干嘛？这不是幻术，也不是，像一种蛮不讲理的因果绑定。这小子掉根毛，大家一起掉。这要是……这不可能，我还就不信这个邪。天机显化，因果溯源，给我开！宗主，这位长老要干嘛？三宗门没有什么切片研究爱好吧？别紧张，风长老只是在帮你检查身体。师弟，宗主，这回咱们宗门好像真的要玩完了。该死，丢人丢到家了！我堂堂合体期大能，竟在一个炼气2层杂役面前当众吐血倒飞，这要是传出去，我还怎么在修真界立足？这老头刚才还吐血吐得跟喷泉似的，这回脸色竟然红润了不少。合体期大能果然是个不讲道理的物种。好不容易修到了合体期，要是莫名其妙跟个炼气2期的杂役死一块儿，到了阎王殿都没脸跟判官喊冤。宗主和天机峰峰主这种大人物，我这种管杂役的长老，平时见一面都得隔着5里磕头。现在大家居然平起平坐，这牛皮够我吹100年。要是宗门能挺过这一劫，以后我能在长老堆里横着走。那啥，早上食堂的粥有点稀，我就喝了一碗，这就饿了。怪我没眼力见儿。宗主、峰主，您2位且坐着，我去给何必修弄点好吃的。站住！宗主，您还有什么吩咐？王长老，你去取食可以，但走出这扇门之前，你得先发天道誓言。弟子遵命。苍天在上，我王德发今日立誓，绝不将何必修之事泄露。住口！你疯了吗？在这里发天道誓言，你想害死全宗门？师弟，只是发个誓保密，你何至于？师兄，你糊涂啊！刚才在主峰大殿，我发誓的时候怎么了？遭雷劈了。那天雷的动静你也看见了。咱们是合体期，皮糙肉厚，劈一下顶多掉层皮，他才炼气2层。那天雷要是稍微劈歪一点点，哪怕只是余波震到这偏殿，把他给震死了，咱们不都得跟着陪葬？大意了，以往发誓那是表忠心，现在发誓那是玩俄罗斯轮轮赌，枪口还对着大家的命根子啊！娘嘞，刚才我差点一句话让全宗门开席，这哪里是修仙，这分明是在万丈悬崖上走钢丝，还没系安全带。那怎么办？这誓我还发吗？发，必须发！紫霄避雷盘，师弟，这是你为了渡大成雷劫准备了500年的保命底牌啊！为了这小子的命，别说避雷盘，就是把老子的棺材本拿出来，也得顶上。王德发，你离何必修远一点，要是有一丝雷劫气息漏进来，伤着何必修，我就把你挫骨扬灰。我站在这儿行吗？再退到墙根底下，贴墙站好。现在可以发誓了。弟子王德发今日在此立誓，绝不将何必修之事以任何形式泄露给他人。
宗主救我！师兄，这回我算是看明白了，天道不许，他根本就不允许我们守住这个秘密。只要有人想发誓保密，他就用雷劈，还要把何必修彻底暴露在整个修仙界眼皮子底下，这跟逼我们靠山门去死有什么区别？师弟，你糊涂了。修仙修的是什么？是逆天改命。如果什么都看老天的脸色，那还修个忒的仙？天不让我们守住这个秘密，我们就偏要守住；他想让我们死，我们就偏要活下去，与天斗，其乐无穷。宗主说的好有道理，这仙我何必修定了，不但要修，还要修出个名堂，修到最高处，去看看那天道之上是什么光景。师弟，这里动静太大，再待下去，怕是整个杂役区的弟子都要被惊动。我们4人先回主峰吧。来了，第一次空间穿越，听说又晕又晃，可得撑住，别在前辈面前出丑。搞什么？不带我什么意思？熬情况，说好的宗门命脉呢？说好的活祖宗呢？怎么传送个位置都能把我给弄丢？这跟网购发货，结果卖把货忘在仓库有啥区别？你个死老头，你个老不死的，你个老东西！刚才我明明用灵力把这货裹得严严实实，怎么会落下？难道是我修为倒退了？宗主，刚才您是忘了带我吗？刚刚有点事，这就单独带你走。怎么又失败了？为何不能带何必修穿越时空裂缝？你俩跟我一起回去，一起看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宗主，可能不是您的神通出了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我根据咱们靠山宗的门规，低等杂役弟子没资格进入主峰，更别说主峰大殿了。不可能！我师兄合体期大能的神通，难道还不如一本破规矩厉害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好像必须严格遵守总门里的所有规矩，什么身份就只能享受什么待遇，去什么地方一点不能错。这个时候不能暴露我有系统，只能甩锅给规矩。不是门规，是天道，是天道在借着门规的名义在针对你。发誓保密会被批，空间穿梭会失效，因为天道不允许把你藏起来，不允许你走捷径离开这个最危险的杂役区。这简单，不做杂役不就可以离开了？从今日起，你何必修就是我靠山宗真传弟子。真传弟子身份还不够，从这一刻起，你何必修就是我靠山宗唯一的圣子。宗主使不得啊！宗门规矩，圣子至少得是化神期修为，还要通过3关6劫，昭告天下。我是宗主，我的话就是规矩，规矩若是不行，那就改了它。何必修这个圣子？我给定了。师兄说得好，师兄霸气，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给个圣子名头，把这祖宗供起来，合情合理。那个宗主，恐怕还是不行。又怎么了？那个规矩好像要求我必须按照正常流程晋升，从杂役到外门，再到内门，最后是真传圣子。外门考核，内门大比，核心试炼，少一样都不行。若是强行提拔，那就是走后门，是违规。让这个活祖宗在杂役区晃悠100年，鬼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规矩是人定的，既然你必须按照规矩一步步往上爬，那本座今天就把这路给你开了。师兄，这青云宗规连着天道气运，你这一指头下去，搞不好就是欺师灭宗。祖师爷要是知道宗门都要绝户了，哪怕是躺在棺材里，也会爬出来举双手赞同我的做法。凡杂役弟子需引气入体，突破至炼气7层，完成100项宗门任务，经外门长老考核通过，方可晋升外门。炼气7层，好像跟这位爷没啥关系。别看我，我就炼气2层还是注水的。
这路根本就开不了。宗门规矩是何必修不能去主峰大殿，可规矩没说咱们不能去杂役区啊。对呀，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咋没想到呢？何必修，你住在何处？杂役区丙字9527号小院。何必修，这次你先进。那啥，宗主、峰主，我去给何必修弄点吃的，您二位先聊着，我去就回。放心，何必修的事儿我绝对保密。快去快回。师兄，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有屁就放。既然这因果绑定是因为他是宗门的一份子，那如果他不是呢？你是说把何必修逐出宗门？只要那一纸逐出令生效，他就不是靠山宗的人。既然不是宗门弟子，那天道绑定的逻辑也就不攻自破，到时候他的生死与靠山宗再无半毛钱关系。天才，这绝对是个天才想法。我一直想着怎么保护何必修，怎么提升他的地位，却忘了最简单的解题思路是把问题本身解决掉。只要把何必修开了，这颗绑定在宗门身上的定时炸弹不就拆了吗？何必修，弟子在。你在宗门过得也不容易吧？想不想换个活法？比如拿着一大笔遣散费去山下当个富家翁。只要你愿意下山，灵石10万，黄金100万，外加良田1000亩，美币100人，护院家丁300，保你这辈子荣华富贵。想横着走就横着走，想竖着滚就竖着滚。宗主，我也没别的念想，就想试试能不能活得久一点。何必修，不要挣扎了。念你劈柴有功，宗门会给你一笔巨额遣散费，这事儿没得商量。宗主的话就是规矩。咱们特事特办，就在这儿把手续走了。饭来了，饭来了！逐出宗门文书，这是要赶小祖宗走吗？闭嘴，这叫和平解约。师兄，用印吧，这最后一哆嗦还得你来。本来是惩罚犯错弟子的词，现在倒变成救命符咒了。契约成了。难道何必修此生注定与修仙无缘？师兄，我的寿元在流失。该死的窒息感，我要断气了。这天道系统并没有因为何必修被逐出宗门而解绑，看来何必修是我宗根基，这一铁律没跑了。何必修在，宗门在；何必修走，宗门开席。师兄别愣着了，趁他还没把咱宗门最后一点积怨吸干，快毁了那文书！火，用火烧！这是天道契约，凡火根本烧不坏。那就用雷劈！劈个屁！再引雷下来，这屋没了，何必修也没了，咱们更没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咋办？那就只能用利用最原始、最蛮横、最不讲道理的方法了。难道说？没错。宗主，那可是承载了天道因果的契约文书，不是路边摊的烧饼啊！别过去，师兄这是在用本命元神强行消化这份因果。给老子下去！
味道真特娘的比雷杰还难吃。那股窒息的感觉没了，我活过来了。那个宗主，您还好吧？要不喝口水顺顺？何必修，弟子，不，我在。忘了刚才的事吧，就当那文书从没存在过。你还是靠山宗的杂役。弟子明白。师兄，那接下来咋办？送不走，供不起，规矩还卡着。咱们总不能天天守在这破院子里，给他当保镖吧？既然规矩不能破，那就守规矩；既然赶不走，那就让他往上爬。何必修，你之前说想凭自己的本事一步步晋升。是，好，有志气。只要你通过了考核，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外门弟子，从而离开杂役区。到时候咱们就能操作得更从容些。从容个蛋！何必修体内灵气稀薄的跟白开水一样，就这资质，就算到了下个世纪，他也过不了外门考核。师兄，你是不是被那文书噎糊涂了？离考核只剩3个月了，这小子才炼气2层，离那考核需要的炼气7层还差得远。你自己看看这现实嘛！而且那试炼塔里的机关傀儡可不长眼，万一何必修运气不好，被一巴掌拍成虾片，咱全宗都得跟着升天啊！正因如此，所以这次考核他必须过。过不去，哪些天过不去怎么办？那就让他过得去。那个宗主，我这人虽资质差点，但不是那种想走捷径的人。我看那些话本小说里，主角不都是废材起步吗？什么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我觉得只要我肯努力，哪怕是杂灵根，也能修出个名堂来。努力？小子，你知道从炼气2层到炼气7层中间隔了多少灵气吗？就算是单灵根的天才，没日没夜的练，也需要小半年。各位别急，我有一计。何必修呢？刚才宗主跟你开玩笑呢。什么遣散费？那是宗门给你的修炼资源。这10万灵石你先拿着，想买点啥买点啥，不够再跟我要。这不合规矩吧？我虽立志要靠自己努力修仙，但要是有人非要把饭喂我嘴里，我也没理由把嘴缝上。毕竟废材逆袭也得要启动资金，不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知？拿出来！又是那该死的天道规矩，杂役月逢金是3块下品灵石，如果贸然给你10万灵石，天道反手就会判定我们作弊，我们都得一起挨雷劈。那咋办？给点提升修为的丹药总行吧？刚才的雷声只是警告，你要是真把高阶丹药塞他嘴里，估计丹药还没化开，咱们就先化了。作弊不行，开除不行，资源不能给，这特马怎么玩？想我堂堂合体期的大能，竟被逼到这个份上。师兄，既然不能把他开除，那咱们开除自己呢？师兄，咱们可以钻天道的空子啊！他现在的绑定逻辑是何必修是靠山宗的弟子，那要是咱们全宗上下除了何必修集体退个宗呢？咱们出去立马再重新立一个山头，叫新靠山宗、新靠山宗都行。到时候何必修还是靠山宗的人，但靠山宗就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了。他死他的，他活他的，跟咱们有半毛钱关系？这个想法太疯狂了，太特他妈有道理了。不过以防又出什么幺蛾子，得先找个人试试水。没问题。自有杂役堂长老王德发入宗1372年，因个人原因自请离宗。杂役堂的茅厕都是弟子疏通的，从来没赌过一次。宗主，弟子上有1800岁的老母要赡养，下有刚收的徒孙嗷嗷待哺，您不能这么对我啊！别嚎了，
这是战术，懂不懂？啥战术？只要你不是宗门的人了，以后这位小祖宗再有什么幺蛾子，你就不用跟着遭雷劈了。那我以后去哪儿？去哪儿都行，再跟着本座也行。这只是个实验，若是这法子管用，本座随后就到。师兄，好像成功了！我自由了。赌对了，这天道虽然霸道，但还是讲道理的。既然王德发已经不是本宗长老，现在这灵石是一个路过的散修看何必修顺眼赏给他的，这总不违规了吧？小兄弟，咱们萍水相逢，这点身外之物就当个见面礼。好，此计大妙。风师弟，今日咱们就合力把全宗上下的退宗手续给办了，到时候在隔壁山头搞个新青云宗，把人都接过去。何必修这小子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宗主主李道玄因向往田园生活，自愿辞去宗主之位。天机峰主风眼尘因算卦算得头秃，申请回家养发。这一印下去，咱们就彻底解脱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感到自己的元神正在流失，这种生命力被抽走的感觉，比上次还要强烈。宗主，我头晕，气血亏空，本源受损，这是法则反噬。我明白了，天道绑定的逻辑不是何必修属于青云宗，而是青云宗属于何必修。咱们每退一个人，都是在削弱宗门的气运，都是在挖何必修的墙角。墙角一塌，何必修先死，然后咱们跟着陪葬。那王德发咋办？他已经退了。写，快写申请入宗文书。何必修那小子快不行了。自有散修王德发仰慕青云宗威名，申请加入贵宗，从杂役做起。写好了。掌门师兄，我整整50年的寿元，在刚刚那一瞬间都没了，然后又回来了，这是在拿我的命拉风箱吗？老子刚要给剑淬水，心脏不然突然停了半拍，那一炉品阶上品的剑全废了。师兄，你到底查清楚了没？是何人在此捣乱？都给我闭嘴！吓着这小子，你们负责吗？师兄，你平日不是最讲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吗？今日这是怎么了？是啊，师兄，你一个堂堂宗主，放着宗门变故不管，跑来这荒郊野岭护着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师兄，这小子是你私生子？是你大爷！那是风师兄的私生子。你脑子也练成肌肉了？师兄，你如此紧张一个孩子，莫非所有的变故都与这个孩子有关？各位大佬，要不你们坐下慢慢讨论，我先溜了。小子，这有你说话的份儿。你是哪个长老门下的？见了一众宗主，不但不跪，还……师兄，你这是……重新介绍一下，他叫何必修。从今天起，别把他当杂役。那当什么？当爹？把他当亲祖宗。那事情的经过和结果呢？这关乎青云宗的生死，我要你们先立下天道誓言再听。
天风如临。等等，师兄，你忘了，在这儿发誓，你是嫌这小子命太长啊？大意了，走，去个没人的地儿，离这儿越远越好。风师弟，看好何必修，要是少一根汗毛，唯你是问。何必修出事，我肯定也会出事。师兄，你都多余说这句话。我少，疼死我了。那个王长老，刚才您不是去给我拿饭了吗？饭呢？这里面是上好的灵兽肉，炖得软烂入味，还有一碗刚出锅的灵米饭，可香了。不是，这饭能给你吗？万一这饭太好吃、太补，不符合你杂役的身份咋办？万一天道觉得这灵兽肉是违规资源咋办？我买还不行吗？这应该能卖吧。这次没打雷，还真成了。既然交易不会被天道判定违规，那这小子岂不是可以用自己的钱去买丹药、买功法、买法宝？只要价格公道，流程合规，天道就拦不住。有意思，真他娘有意思！荒唐！我月经狼修到3800载以来，哪怕是对上教教主，我也没这么憋屈过。现在你告诉我，我的命以后就捏在这个炼气2层的废小子手上了？他若是摔个跤，我就得跟着断腿；他若是喝水呛死，我就得跟着陪葬。这还修个屁的仙！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既然他只能按规矩一步一步往上爬，那咱们这帮老骨头给他当垫脚石，把他给老子垫上去。为啥非得逼着他升级？就让他待在这地儿，然后我们派几个人守着他不就行了吗？你傻呀！炼气期顶多活100岁到头，何必修现在18岁，也就是说他还有82年好活。82年后他寿元耗尽，两腿一蹬，到时候咱们青云宗全都得跟着他一起入土。倒也不全是坏消息。刚刚风师弟传来消息说，这小子花灵石买了顿饭，咱们屁事儿没有。这说明只要是正经买卖，天道不管。那还等啥了？走起！何必修，我这些剑都是好东西，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有就买走。我这儿有洗髓丹、培元丹啥的，只要你想买，无论多少都管够。小子，这是玄武盾，这是什么？能挡下任何修为的人的致命一击。多少钱？1块下品灵石。真卖？童叟无欺，1块下品灵石，赶紧掏钱。1块下品灵石换个极品护具，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快收回去，别卖了。这也不行，饭的市价就是3块灵石，你这盾放在外面的拍卖行，少说也得5万极品灵石，你就卖1块下品灵石，你是在恶意扰乱市场。天道不批你批谁？宗主，各位峰主，我今天的份还没挑完，要是再不去，我就得受罚了。什么挑粪？不用去。不对，去吧，宗门的规矩不能乱。行，那我跟他一起去。我也去。此等大事不容有失，我去给他护道。你们傻呀！几个合体期大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去保护一个低等杂役，你们这不明摆着让天道收拾你们吗？那咋办？杂役区那地方鱼龙混杂，万一哪个不长眼的弟子跟他起了冲突，或者推他一下。各位，天道只是不让我们保护他，可没说不让我们遛弯吧？遛弯？对，
遛弯，咱们只是刚好觉得杂役区风景不错，想去遛遛弯。神使也只是恰好路过，不小心扫到了何必修。只要咱们不现身，不跟他产生交集，不让他知道我们在，这就只能算巧合。妙啊！雷千曲、岳京元，我现在命令你们2人即刻前往杂役区，给本宗主好好遛弯，务必遛得不留痕迹，遛得神不知鬼不觉。是。这青云宗跟我以前看过的那些网络小说里写的还真不太一样。这杂役区里没有仗势欺人的外门师兄，没有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核心弟子，大家都是一样的穷，一样的没前途。何必修，可算找到你了。长老说今日让你去灵珠园干活。好嘞，兄弟，你感觉到没？咱宗门今天邪门了。咋了？不知道咋回事，我好端端的喂着猪，这手指头突然就破了，流了好多血。但很奇怪，没一会儿又好了。这还不算完，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感觉自己老了好多岁，那心慌的，我都以为自己要死了。结果没一会儿又好了。其实我也是，确实挺邪门的。好了，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干活了。奇怪，何必修看起来怎么一点都不惊讶的样子？以前小花猪只要一看到我，就会哼哼唧唧地跑过来，今天却如此安静，看来他也被今天的事给折腾到了。别怕，小家伙，没事了。老岳，你看，那头小猪刚才还跟死了一样，这小子就抱了一下，他竟然能站起来吃东西了。估计是这小子自身的气运稳了，跟他绑定的东西也就跟着恢复了正常。老岳，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这么紧张过，看这小子挑粪，比我当年渡劫还刺激。我修道3000年，今天才算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恐怖。没有雷，没吐血，没心悸，天道没任何反应。看来云师妹遛弯这个法子可行。师兄，既然遛弯这种打擦边球的行为天道默许了，那说明只要咱们做得够巧合，他还是管不着。师弟有话就直接说了吧。送东西算作弊，那机缘呢？机缘？对，修仙界最不缺的就是那些前辈高人留下的洞府、遗失的秘籍、跌到山崖捡到的神功，这些都叫机缘。若是何必修自己走在路上，不小心掉进一个山洞，发现了一本绝世功法，这关我们什么事儿？这是他运气好，是天道垂青他。咱们只是恰好知道那个山洞在哪儿，也只是恰好把一本功法遗失在了那个山洞里。妙，实在是妙！师弟，我青云宗能有你，真是祖师爷显灵了。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步走。这第一步就从外门考核开始。风眼尘，你鬼点子多，你说这第一份机缘，咱们该怎么送？宗主，咱宗门有没有那种门槛极低、上手极快、前期修炼速度一日千灵的功法？有倒是有，我早年游灵时，曾在一处上古魔尊的遗府中得过一卷残篇，那功法名为燃血化灵诀。此功法无需灵根资质，而是直接燃烧修饰自身的气血和寿元，将它们转化为最精纯的灵力。若是修炼此法，别说炼气7层，1个月内冲到筑基都有可能。燃烧气血和寿元，这不是邪功吗？是邪功，而且后患极大，每提升1层都会永久性的损伤根基，折损寿元。这怎么行？何必修本就只有80多年阳寿，再练这个不是自寻死路吗？不，对别人来说这是催命符，但对何必修来说，这简直是量身定做的神功。第一，这功法能让他快速提升修为，解了外门考核的燃眉之急。第二，他修为提高，境界提升，自身寿命也会跟着长。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功法是残篇，后患无穷。等他过了考核，咱们再让他恰好得到一部能化解持血化灵局副作用的静心法门，
这不就完美解决了？咱们的目的只是让他通过考核，又不是真让他练成个魔头。那就这么办。风婉晴，那残篇在何处？此物邪性，我一直封印在静心峰的莲池下。好，事不宜迟，风师弟，你我二人现在就去布置这个机缘。不就炼气7层吗？系统，你给我等着！以前是你逼我挑难，现在我要自己卷死自己。这感觉爽，果然是以前太穷了，灵气不够，怎么可能修得快？什么废柴体质都是扯淡，灵石才是修仙第一生产力。怎么回事？我体内的灵气呢？再来！老岳，我算是开了眼了，这小子的经脉就跟个漏勺一样，灵气进去转一圈，还没等进仓库，就漏了个干干净净。这哪里是资质差，这他娘的根本就不是修仙的料！我那炼气炉的排烟管道都比他的经脉严实。他没完了。这是灵气过量导致的正常现象，是修炼刻苦的证明。我一定要再努力！我操，疼死我了！我这经脉怎么跟针扎了一样？不好，这小子练功走火入魔，咱们也得跟着经脉寸断。雷峰主、岳峰主，你们大半夜不睡觉，在我屋顶上干啥呢？祖宗，小祖宗，算我老雷求你了，咱别练了，行不？雷峰主，您这是哪里的话？我还差一点就能把灵气存住了。不能存，千万别存！你这一存是要把我们都存进去啊！到底发生啥了？宗主，我不就练个气而已，至于那么大阵仗吗？没多大事，就是经脉轻微受损。宗主啊，这么大惊小怪干嘛？顶多就是经脉有点刺挠，修炼哪有不疼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懂。你是有点刺挠，但放在我们身上，就跟工程锤在砸差不多。诸位，这是天道在惩罚我们啊！麻溜地说，不要打哑谜。之前天道只是建立了最基础的同商绑定，可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何必修饰宗门命脉。对于我们这些知情者，天道的规则就变了，他把惩罚的伤害放大了。风师弟说的没错，除了我们几个外，宗门里其他弟子根本没人受伤。这该死的规则居然还有 VIP 定制服务，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那这仙我还修不修了？不修，我就是炼气2层，80年后大家一起死。修，这经脉一长，你们就疼得死去活来。各位祖师爷，你们说我是修呢，还是不修呢？造孽呀！何必修？劳积和才是长久之道。这样，今天你先别练了，好好睡一觉。宗主说的对，那我睡了。各位祖师爷，晚安。宗主他们就是怕了，怕我再练下去会捎带着他们一起死。虽说我有系统护体死不了，但他们说不准会出什么事。看来靠自己努力修炼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我得想想别的办法。早知道老子就不该发那什么天道誓约。现在好了，何必修若是再练那燃血化灵诀，我们都得玩完了。那正道功法呢？何必修资质太差，他练100年也到不了炼气7层。那就是功法不够好。藏经阁数10万卷功法，我就不信找不出一本适合他的。一本不行，
就找10本、100本，我就不信用功法堆还堆不出一个炼气7层。风眼尘说的对，路是人走出来的，机缘是人创造出来的。从现在起，咱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岳金兰、雷千恒，你俩继续去何必修那边24小时治六花，剩下所有人去藏经阁。把所有炼气期的功法全都给本宗主翻出来，只有2个要求：无痛、速成。功法再好，可它的根骨仍是块废物。再好的种子种在石头上，也开不出花。师妹有何高见？必须先给何必修改善根枝。我峰内有一株千年9窍玲珑藕，凡人吃了能脱胎换骨，生出灵根。只是此物药性霸道，人服用后需受749日撕筋裂骨之痛。那就不必了，会痛的一律不行。宗主，谁说一定要让它生吃了？我把这藕榨成汁，稀释100倍，混在何必修每日的饭食里，不知不觉间根骨就可以改善了。妙，实在是妙，就这么办。我操，有滴血！吸个屁！宗主，这是魔教打上来了！打个屁！把禁地第1层的禁制全给我撤了！第1层，那是炼气期弟子的入门区，里面全是些大陆货。废什么话！让你开你就开！每一颗星辰都代表着一部功法，越往高处星辰越亮，功法品阶也就越高。烈火诀，不行，此功法太猛，练了容易上火。后土功不行，练这个得吃土增强防御。那小子娇生惯养的，别把胃给吃坏了。长春功，这玩意儿倒是温和，就是太慢，练到筑基得200年。扔了！他要是学这个，80年后咱们都得死。不对，若是我把藕汁稀释进何必修的饭里，这好像也算是主动赠予。什么叫机缘？走路捡到钱叫机缘，掉下悬崖捡到功法叫机缘，但吃饭吃到金豆子就叫谋杀。如果何必修莫名其妙的在一碗杂役吃的糙粥里喝到了这种千年一遇的灵液，天道那个老古板会怎么想？难道我要把这千年灵藕随便扔在路边，然后祈祷他路过的时候恰好看见？还得祈祷他识货，别把他当成烂萝卜给踢了。这也太扯淡了！杂役区人来人往，要是被哪一个眼尖的弟子先捡走了怎么办？要是被路过的野狗叼走了怎么办？既然不能硬送，那就只能演了。王德发，你特娘的给老子注意点，何必修去你那边了？小祖宗又出来晃了，我得立马出去。万一何必修在门口摔一跤，又或者哪个不开眼的揍了何必修一顿，可就这么直愣愣的冲出去，显得太刻意、太热情，势必瞒不过天道，还会引发众弟子的怀疑。我还是装着去修炼。那是王长老，元婴期的大能，在这儿打凡人的拳法，这是什么新潮的养生之道吗？哟，何必修？这么早，这是要去干活？王长老好，我来找您是想买份早饭。小意思，来，进屋说。昨天那份饭是试吃价，
这个是豪华至尊版，只要这个数，5块就5块。不，是50。长老，你抢劫啊！这饭不仅肉多，灵米管够，还多加了一份用100年灵芝熬的汤，50不贵。那好吧，50就50。小祖，不，何必修？你现在也是有点钱的人了，请长老明示。咱修仙之人，光想着吃还不行，还得想法提升自己的实力。咱们杂役区东头有个小坊市，平时大家偶然得了却又用不上的东西，或者自己做了点小玩意儿什么的，都会拿去那儿卖。多谢长老指点，等我干完活就去那坊市转转。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其实那帮大佬也挺可怜，一个个急成啥了，就为了让我多活几年。可惜啊，系统是个死脑筋，硬是跟那些好东西过不去。不过这大概就是主角的宿命吧。这果子长得还挺好看，摘回去给小花加个餐。红斑果？什么果？红斑果，俗称喷射果。这玩意儿虽然没毒，但是吃一颗能拉3天3夜。如果何必修吃了，那再反馈到我们身上，那就拦住他，哪怕把他手剁了，不能让他吃。忘了师兄的交代了，咱俩不能干涉，不能现身。看着还挺诱人，算了，野果子不卫生，万一拉肚子就麻烦了。我感觉我的寿元又少了好几年。铁牛，今天啥情况？咋这么多人？羚羊今天大规模产崽，那些都是御兽峰来帮忙接生的外门师兄。羚羊这玩意儿好像烤着吃最香了，回头得让王长老搞个羚羊套餐尝尝。今天得有几百头要生，我得去帮忙了。等等，我也去。杂役区后山好像有机缘出世，应该是灵药，别生长。机缘？灵药？后山？何必修，杵在这儿干什么？你的粪挑完了？没，我这就去。师兄，他刚才是在听吧？他应该听到了。那封主交代的事，咱们算办妥了吗？差不多了，反正剧本已经递过去了。就看他这个主角上不上道了。一个小小的杂役，居然牵动了宗门的生死。昨晚我们几百名精英弟子被宗主召集，发了天道誓言，才被派发任务。没想到我堂堂靠山宗未来魁首，居然在这里扮演一个被欺负的卖草药小妇，还要和何必修交上朋友。封主，我准备好了。目标快到了。准备。这小子虽然废，但看着挺有血性的。他待会儿看见漂亮师妹被欺负，肯定要出手。我赌10块上品灵石。我也觉得会，男人嘛，都这样。小师妹是第一次摆摊吧？摊位费交一下。师兄，我娘病了，摊位费能不能先欠着？我管你娘是死是活，不交摊位费，这摊就别摆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有如此霸凌之事。不对劲，那女孩虽看起来哭得梨花带雨，但却看不出一点悲伤。还有他那句“我娘病了，等钱救命”的台词。我娘病了，等钱救命啊！是不是太经典了点儿？这几个人站位很有讲究。他们隐隐形成一个包围圈，把所有能溜走的路都堵死了，唯独在我这个方向留出了一个完美的可供英雄登场的入口。我要是现在冲上去，估计下一秒就得被这伙人围住。我兜里这10万灵石怕是都得交代在这里，想讹我门儿都没有。
这剧本不对啊！何必修这时不应该热血上头冲出来吗？不给是吧？那我今天就让你一根草都卖不出去。我的草！如果我没看错，那女子眼神中蕴含的意思应该是英雄快来救我。就是不可能救的，吃瓜倒还行。他退后了！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好像在看热闹。我感觉我的心口又开始疼了。干啥呢？坊室内禁止斗殴，都给我散了！是执法堂的弟子，再演就穿帮了，快撤！哼，就知道是仙人跳，我还是再逛逛吧。这位师兄，你的带……奇怪，跑这么快啊！别喊，别喊，见者有份儿，见者有份儿嘛。这剧情有点眼熟啊，我倒要看看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刚才那个英雄救美虽然烂俗，但好歹还有个美女，这回换个糟老头子。小兄弟，咱们运气不错，这可是储物袋，里面指不定有多少好宝贝呢，见者有份儿。开了，开了！长老，您身手不错啊，混口饭吃罢了。唉，老头我修了一辈子，也就炼气6层。这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怎么就一本书？晦气，真他的晦气！我呸！看着穿的人模狗样，兜里比我都干净。哎呀，嘿嘿嘿，小兄弟，你看，咱们捡到了就是缘分，但这东西只有一个。也不好分，老头子我都这把岁数了，对修炼没啥指望了。这破书给我也是擦屁股，倒是这袋子还能换2酒钱。要不这样，袋子归我，书归你。这书虽然看着破，但保不齐是什么神功秘籍。你年轻，正好用得上。这才不是什么破书。是我们几个峰主熬红了眼，从藏经阁几千本炼气秘籍里面总结出来的。这老头的演技比刚才那几个碰瓷儿的强点，但也强的有限。大爷，您这业务挺熟练啊！分赃啊，这袋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值个10块8块下品灵石吧？您把值钱的拿走了，然后把这个一看就不值钱，甚至可能是哪个门派的禁书扔给我。回头施主找上门来。您拿着没记号的袋子逍遥快活，我揣着这本破书被人赃并获，到时候我不光得把书吐出来，还得赔人家的袋子钱，搞不好还得挨顿打，甚至被送去执法堂。咱能不能少点套路，多点真诚？这种丢包分钱的老掉牙骗术，我在老家那会儿，3岁小孩都不信了。不是，这真是机缘，真是好东西，我没骗你。我要是骗你，我图啥呀？图啥？图我不洗澡，图我挑大粪。图我傻，图我兜里那几块灵石，想让我给您背锅。这书您留着擦屁股吧，小心别刮了菊花。那个还有剧本吗？师兄放心，剧本多着呢。我就不信这小子是铁做的，一个不行换2个，2个不行换3个。今天就是用头撞，也得把这机缘给他撞进怀里去。哟，那不是在零售园干活的翠花吗？先生，您说的太准了。我确实是家中行3，上个月老家来信说老母病重，我正发愁这灵石不够呢。当然了，
我可是天下第一神算。收回去，今日贫道只是路过，与你有缘，这卦钱就免了。不出3日，你家中自有转机。谢谢先生。骗子，哪有不收钱的？道长，给我也算一卦。不算。啥意思？刚才那姑娘你都给算了，怎么到我这儿就不算了？歧视男同胞啊！无缘。别啊！嫌钱少是吧？5块够不够？人啊，就是贱。你要是求着给他算，他会觉得你是骗子；你要是摆谱不给他算，他就非得缠着你算，这就叫欲擒故纵。罢了，既然施主执意要问，那贫道就破例一次。施主想问什么？这是什么？这不是炼气期杂役该有的命格，这是一片漆黑的、混沌，连天道都无法窥视的深渊。我去！道长，你没事吧？你咋了？后山有。算个卦这么费道士的吗？坏了，千算万算，把自己徒弟给算漏了，光顾着交代剧本，忘了跟这傻小子说别真算。风师弟，你这徒弟行啊，这写的多有层次感，这脸色白的跟真的一样。回头给他记一大功，这演技把我都骗过去了。师弟人呢？啊！九转还魂丹，为了演个戏，连这种保命的神丹都用上了，这成本有点太高了吧？那个大爷，这位道长没事儿吧？让小友见笑了。贫道是这先生的师傅，猎徒学艺不精，强行推演天机，遭了反噬。今日这卦怕是算不成了。这是小友的卦金，理应退还小友。不，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这钱不多，您拿去买只老母鸡，给道长炖点汤，好好补补身子。老母鸡，这一卦损的是精血，伤的是元神，折的是寿元。别说一只老母鸡，就是把灵寿峰那一山的凤尾灵鸡全炖了，也补不回来我徒弟先生的一根毫毛啊！这老道士这么轴，肯定是实在人，跟之前那帮货不一样。道长，刚才要不是我非逼着他算，他也不能这样。这些灵石你拿着，虽然不多，但是我的心意。您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何必修。小友仁义，那贫道就先替猎徒谢过小友了。老头道长，刚才这位先生晕倒前，指着后山方向说有东西，不过他话没说完，所以后山有啥？哎呀，道长你干啥？何必修？天机不可泄露。你今天全当没见过我们师徒二人，当然也没听到过猎徒说的话。那后山之事，不可说，不可问，更不可探。不可说，不可问，更不可探。看来这后山我是非去不可了。不过我先在坊市再逛逛再去。这剑鞘烂了一半，剑身全是锈，也能拿出来卖吗？这是上古血锈，只要用精血微养就能开封。你到底识不识货呀？来一颗吧，只需1颗便可倒拔垂杨柳。吃完能不能拔树不知道，但在茅房里蹲到腿软是肯定的。
这都啥破烂玩意儿？哎，兄弟，打听个事儿，这附近有没有点上档次的地方？往北走10里是外门集市，那地方什么高阶法器、丹药、符箓应有尽有。咱们这种杂役也就只能想想。谢了，兄弟。这就给了1块灵石，这师兄真乃神人也。坏了，他要去外门集市，全员注意，剧本立刻更换。所有在杂役坊室埋伏的托，别在那傻蹲着了，立刻外门集上布控。师兄，这剧本怎么改？外门集市里还能玩天降迎财那一套吗？何必修这小子警惕性太高，再玩那一套肯定崩。这次咱们换个思路，主打一个温暖，先让他感受到修仙界的同门情谊，让他觉得宗门是个大家庭，然后再引导他自己主动去后山。以前在杂役区，抬头只能看见四四方方的天，低头就是产不完的猪粪。今日站在此地，我才真懂了啥叫仙凡之别。活的土包子。咱现在是微服私访的富豪，不跟这些眼皮子浅的一般见识。既然来到，怎么着也得先祭奠一下五脏窝。吃饭好啊，吃饭安全。这醉仙楼是谁的产业？好像是外门一个执事的亲戚开的，平时生意不错。那传令下去，让后厨把最好的食材都拿出来。要是何必修吃坏了肚子，我拆了他们的楼。哪儿来的叫花子？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瞎了你的狗眼！进门就是客，咱醉仙楼什么时候有把客人往外赶的规矩？掌柜的，你看他那穷酸样。这位客官实在对不住，下面人不懂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既然掌柜的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给你个面子。客官想吃点什么？把你们这儿的招牌菜，什么灵鹤展翅、蛟龙上海、百花争艳，通通上一遍。还有那什么百年灵酒，先来2坛漱漱口。好嘞，客官您稍等，菜马上就来。这生活爽。各位客官，今日咱不讲那老掉牙的仙魔大战，也不讲那听出茧子的仙凡决裂，咱们讲点新鲜的。咱们讲一个废柴少年如何逆天改命、登临绝顶的奇闻。曾有一个名叫萧火火的少年，天生废灵根，受尽族人冷眼。这不就是标准的废柴流开局吗？简直是在说我！萧火火被未婚妻退婚，当即立下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誓言。但这修仙路光有一腔热血可不够，萧火火资质太差，修炼速度慢如龟爬。眼看着3年之约就要到了，他还是个炼气3层的弱鸡。就在这千钧一发，他在一处极辛极寒之地的深潭里，发现了一株天地灵物。那灵物名为9窍玲珑藕。讲细点儿，给我把那藕的效果吹上天，让它馋，让它流口水。此藕生于极寒，长于泥土，却晶莹剔透，不染纤尘。此物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哪怕是根骨最差的人物，只要吃上一口，便可洗精伐索，脱胎换骨。只不过嘛，此物生长环境极为苛刻，非极阴极寒之地不可活，而且所在之地往往都有异兽守护，想得到它，那是九死一生啊！掌柜的，不用找了。杂役区的后山便是极阴极寒之地，难道说……师兄，这只羊有点肥啊！刚才那一把灵石，少说也有几10块。他那个储物袋里鼓鼓囊囊的，绝对不止1点灵石。居然敢在外门这么露富，走，跟上去教教他这修仙的规矩。老板，来一串。酸酸甜甜美滋滋，这才是生活啊！
这3个混账东西是谁门下的？好像是我剑锋的外门弟子。好，很好，王德发，再过去给我把这3个祸害处理了。记住，别闹出动静，别惊动了何必修。要是何必修少了1根头发，我就拔光你全身上下的毛。宗主，我这就去处理。谁他妈这么不长眼？王长老，我们就是想跟师弟借点儿。闭嘴！杀是不能杀的，见了血不好交代，放是更不能放。这3个祸害留着就是隐患。有了，你们3个弟子骨骼惊奇呀！承蒙长老赏识，我等愿意奉长老为师。刚才宗门急报，北境的一处稀有灵矿塌方了，急需身体好、能扛揍的弟子去支援。我看你们3个弟子的体格子正合适，工期也不长，也就50年。长老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走你！啥声音？奇怪，刚才明明听到有人说什么饶命，难道是我幻听了？我那位天资纵横的化神期师兄，仅只是试图窥探一下这小子的命格，就跟个活喜人一样躺在床上，靠丹药吊着命了。跟何必修这个小兔崽子打交道，太他娘的费命了，我得赶紧跑。先生留步。是刚刚的客官啊，有啥事儿吗？啥事儿能有喝茶重要？先生，刚才您那个萧火火的故事讲得太好了。先生，不瞒您说，我就是个刚踏上修仙路的小白，很多这道上的规矩和常识我都不懂，所以我想请先生您给说道说道，就当是加个钟了。原来是想问东西，不是来找我麻烦的。客官，这就问对人了。您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只要是在下知道的，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我就不客气了，先生，咱们脚下这片地到底有多大？叫什么？客官问这修仙界啊，能说的可太多了。这修仙界大了去了，具体有多大，谁也说不清。不过咱们脚下这片是整个修仙界的龙脉所在，名为中州大陆。除了中州，还有东海、西荒、南疆、北原，但那都是些蛮荒之地，不足挂齿。咱们靠山宗就是中州大陆乃至整个修仙界的首席。先生，那个我这修仙的根骨不太理想，您走南闯北，建立见识广，知不知道有什么法子能帮我改善改善？法子自然是有的，正道这边多是寻找着天才地宝，比如那万年石钟灵、千年地龙枝，还有在下刚才说的九窍玲珑藕等等，这些都是夺天地造化的灵物，温和滋补，能重塑根基。至于那些魔道外门，法子就多了去了，什么夺舍换体、血祭炼魂，甚至还有更邪乎的。我听说啊，有一种邪术，是把自己身上的灵骨活生生挖出来，然后用秘法祭炼749天后再给塞回去。这也太吓人了。所以啊，客官，这修仙界辽阔无垠，好东西不少，想要改变自身，只要气运够好，也不是什么难如登天的事。客官，还有一言，在下不知当讲不当讲。先生但说无妨。这修仙界看着风光，实则暗流涌动，
最常见的便是那杀人夺宝。哪怕您这样修为不高的小萌新，人家下手也不会手软。所以出门在外，把自己好好武装一番，那是顶顶重要的。多谢先生指点，我这就去那多宝阁好好采购一番。客官慢走。掌柜的，把你们这炼气期能用的装备和丹药都给我摆上来，爷不差钱，只要东西好，价钱随你开。好嘞，把镇店的炼气期宝贝都给我们端上来。掌柜的，打听个事儿，您这儿有没有那种能让人脱胎换骨的宝贝？价钱不是问题。爷，不是我不做您生意，而是这种逆天改命的东西都是天才地宝，别说我这儿，就是内门的珍宝阁也没有。这种东西得看命。行吧，那咱就看装备。这把飞剑怎么卖？您真有眼光，爷，您眼光真好。这可是炼气大师的手笔，只要800灵石。买了。咋回事？这剑坏了。那个，爷，这剑起码得炼气5层的灵力才能催动。那就换，给我找点不用明力力就能用的。你们这修仙界对低阶修士的恶意也太大了。掌柜的，就没有那种傻瓜式的？就是那种扔出去就炸，不需要我有什么操作的。有。这是小天雷子，里面封印了一道雷霆之力。这东西不需要灵力催动，只要拔掉这根引心，往外一扔，轰！炼气后期以下，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不就是修仙版的手榴弹吗？简单粗暴，正是我这种低端玩家的神器。这个好，给我来100颗。多了少？您这是要爆山吗？100颗小天雷子堆在一块儿，稍微有点震动，那就是连环爆。不行，绝对不行！爷，您是我亲爷，这玩意儿可不行买这么多啊！这玩意儿还能自爆，那不是随身带着个火药桶吗？那算了，这也不行，那儿也不行，有钱都花不出去，这叫啥事儿啊？客人您别着急，我这儿还有件神器，包您满意。这是破马甲，衣服上面固定了3个铁壁阵，只要受到攻击，阵法会自动被激发。就算是筑基期高手的全力一击，也能硬扛一下。很适合您这种没有主动技能，只能触发被动的。很扛碎，咋样？很合适，买了。这价钱嘛，3000下品灵石，不二价。洒水啦。
就这破烂衣服能扛筑基期1击，我看连只大鹅都防不住。雷师弟，这就是你们气风流出去的东西，丢人。等他去了后山，记得给他放一件像样的。这破布穿在他身上，我都觉得寒碜。掌柜的，还有不需要灵力操控，往身上一贴就能用的防御类法宝，越抗揍越好。这是玄武护盾，别看它长得丑丑，但它可是用300年灵龟队的背甲做的，而且能抗筑基初期全力3击。多少钱？2000灵石。买。掌柜的，有没有那种低阶符箓？客官，低阶符箓威力有限，打个兔子还行。真要对敌，少废话！威力不够，数量来通。1张炸不死，我就用10张，10张不行就100张，给我来1000张！不，只要是我能用的符箓，给我按斤称。我就不信了，用钱砸还砸不死个怪。这些东西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这种用钱堆出来的安全感，特妈爽！后山机缘9窍玲珑偶，小爷我来了！这位师弟，请留步。在下观师弟印堂。没发黑，不买药不算命。再见。兄弟，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练武的好苗子，有没有兴趣？没兴趣，腰不好，练不了。告辞。哎呀，大侠救我！碰瓷儿是吧？大家伙都看见了，我可没碰他。师弟，我看你面善，咱们结拜吧。小花呀，我这儿有祖传的藏宝图，只要3块灵石。帅哥，有没有道理啊？看看我怎么样？兄弟，能不能借一步说话？我有大买卖。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告诉你们，我没钱，我真没钱。这就是所谓的人海战术，是让他们去送温暖，没让他们去要去饭。我堂堂靠山宗，搞得跟丐帮一样，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撤吧，别在那儿丢人现眼了。快走！谁要是走得慢半步，发配到灵矿挖矿50年。肯定是有放风的，看见执法堂的人来了。我操，太他妈专业了，太撤退速度，这反侦查意识一看就是惯犯。这外门集市充满了恶意，到处都是坑，到处都是雷，
想骗我的钱，想骗我的身子，甚至可能还想嘎我的腰子。还是我的杂役小院安全，回家，这就回家。帮助！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这小子被他吓到了，一心只想钻回自己那个小窝。那后山的机缘怎么办？这小子现在的状态不对劲，太怂，太谨慎，对外界充满了不信任。这种心态，就算把他骗到后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估计掉头就跑。得给他壮壮胆。对，让他打个胜仗，哪怕是个小的，得让他觉得这修仙界虽然乱，但他那一身装备不是吃素的。只要有了信心，人的胆子就肥了。那找谁去当这个靶子？人是不行了，这小子现在看见人就觉得是骗子，让我的灵兽去吧。我准备挑个长相凶恶，看着能吓死人，但实际上战斗力只是渣渣的灵兽，埋伏在何必修回杂役区的必经之路上。到时候那灵兽一跳出来，吼两嗓子，这小子吓得扔2张符，然后那灵兽嗷的一声倒地不起，再配合着吐2口血，既满足了他除魔卫道的快感，又让他觉得钱没白花，信心这不就来了吗？就这么办。楚师弟，记住，那灵兽绝对不能有任何杀伤力。师兄放心，要是办砸了，我就去猪圈陪那小子养猪。太危险了，这外门就是个吃人不吐苦骨头的地方，还是杂役区好。虽然臭了点儿，但那里的人单纯啊，以后打死也不出来了。谁？别装神弄鬼的！我看见你了！这地方居然有妖兽！我就知道这地方不干净，刚出狼窝又入虎口。这特么是想让我落地成饼啊！失误，这灵兽岁数大了，支气管不太好，咋办？算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豁出去了。妖孽，看招！火求佛，去死吧你！我操！无算盘这个奸商，冰锥符，杀死你！我还不信了！后土符，压死你！锋刃符，切死你！缠绕符，捆死你！
雷符，扎死你！这就是咱宗门卖出去的符箓。这不是符箓的问题，而是灵气的问题。何必修才炼气2层，灵气过于稀薄，再好的符箓到了他手里也发挥不出真正的效用。完了，这小子没招了。那可是几千张符箓啊，居然没有一张有用的。这怪兽是铁打的吗？你别得意！不好，快救灵兽！那可是天雷子，不需要灵气引导就能造成真伤的。别急，你看。吓死老子了！还好这小子没拔引香。好了，肯定是被我的王霸士气给吓跑了。一只普通灵兽我都搞不定，还要靠撒逼战术才能勉强活命。那后山的守护异兽岂不是可以直接把我撕了？算了算了，还是别去后山送人头去了。好，很好，这就是你说的看着凶，实际一碰就倒的灵兽。他倒了吗？他没倒，不过他倒是把咱们的希望给整倒了。师兄，这不能怪我的灵兽啊，他已经很努力在演了，是何必修那小子太菜了。闭嘴！现在咋办？这小子的心气彻底没了。别说去后山寻宝，现在就算把9窍玲珑藕直接塞他嘴里，他都得吐出来，生怕有毒。完了，全完了！这孩子算是废了，咱们也跟着废了。等死吧，也就80多年，演一臂一争就过去了。各位师兄，我认为刚才那一战问题出在符箓上。符箓能有什么问题？那都是多宝阁的制式货，虽然威力一般，但不至于是哑炮。虽然符箓本身没问题，但何必修使用符箓的方法出了问题。首先就是何必修灵气太弱，这个问题已经提过很多遍了，相信师兄们都懂。最重要的是，何必修扔符箓的手法简直是灾难，毫无准斗。没有准斗就算了，最糟糕的是完全没有章法，根本不懂得利用符箓之间的属性配合。
火球符后面跟着冰锥符，自己就把自己给浇灭了。冰锥符后面又是火球符，那冰锥能成吗？师妹的意思是，很简单，我们可以教他如何正确的使用符箓，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撒币玩家。妙啊！战斗不只看境界，还需要点技巧。只要他能自如操纵符箓，信心自然就回来了。师兄，教何必修使用符箓这事，便交给我吧。吴算盘，你个卖假货的，我非得带执法堂的人去查封你的黑店不可！这一战之后，我的修为还是炼气2层，这是硬伤。灵石还剩8万出头，装备的话，流云金丝甲、玄武护盾这2个保命的家伙都还在，就是符箓全打水漂了。还不如我那把砍柴刀好用。不能再相信坊市里那些黑心商人了。符箓这种东西水太深，还是得先找个靠谱的供应商。只是这偌大的靠山宗，去哪儿找这种良心卖家呢？总不能还指望宗门大佬给我送吧？啊！又来，死骗子！开门啊，师弟，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我是多宝阁的售后执事叶落。多宝阁的售后？哼，好啊，我还没去找你们，你们倒先找上门来了。您好，我是多宝阁的售后执事叶落，因您今日在本店消费数额巨大，特来做个围访，请问您对我们的产品？产品？你还好意思跟我提产品？你家产品好得很啊，好到我花了几千灵石，买了一堆烟花，放给那妖兽看了个爽。我一个炼气2层的小碰心容易吗？我好不容易才攒点钱，想买点保命的东西，结果呢？你家那火球符点烟都嫌火小，那冰钉符给妖兽刷撒人家都嫌不够劲儿，几千张符箓扔出去，连那妖兽的毛都没了断一根。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你知道那只妖兽的眼神有多伤人吗？那可是上万的灵石啊！就买了堆垃圾回来。你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心虚了？是不是被我说中了？我就知道，你们这种黑店，卖完东西就不认人了。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明天我就去执法庭告你们商业欺诈。不是的，这位师弟，您先别激动，符箓没有起到效果，可能不是符箓本身的问题，而是您的操作方式可能有些不当。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太经典了。这套说辞我熟啊，产品没问题，是消费者的问题。手机卡了是我不会用，电脑死机了是我操作不当，符箓没伤害是我扔的姿势不对。你们这套甩锅的说辞，是不是全修仙界统一培训的？我一个炼气2层的萌新，我操作不当，我承认。
可你们卖东西的时候，说明书上写了吗？你们有派人教我吗？没有。现在出了问题，就把锅全甩我头上？你们这售后可以呀。那个师弟，其实关于符箓的使用……行了，闭嘴！我知道你也是打工的。唉，我跟你说，这无算盘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跟着他干是没有前途的。咱不说这些气人的事儿了，咱说点开心的。来，进来说吧。然后呢？那个叫令狐冲的大侠，他怎么样了？我把前世看过的所有武侠小说来了个大乱炖。叶落，一个土生土长的修仙界少女，自然没听过这些。我真是太牛逼了。这令狐冲啊，虽然剑法高超，为人正派，但他心地太善。那夷陵小师妹被采花大盗田伯光掳走，他明知不敌，也要孤身去救。然后呢？哎呀，你看我光顾着说话，都忘了时辰了。天这么晚了，叶姑娘，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安全，还是早些回去歇着吧。别啊，何必修师弟，你就再多说一点点，就一点点。那令狐冲到底怎么样了？怎么不讲了呢？这令狐公子倒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侠士。岳不群就是个伪君子，会教个屁的徒弟，我耻于跟他同姓岳。要是老子在，一锤子就把那山洞砸开，再一锤子把那姓田的砸成西瓜。不行，我明天一早还得去挑粪呢。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要是真想听，明天这个时辰再来就是了。那好吧。不对，我不是来教他用符箓的吗？怎么听了一晚上故事？完了，这下要被师傅训死了。师傅，对不起，我……叶师侄，你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可我明明把事情搞砸了。姬师妹，你收了个好徒弟啊！我等又是威逼又是利诱，又是演戏又是送宝，结果呢？结果人家一眼识破。可你这徒弟什么都没干，就让那小子主动把他请进了院子，还给他讲了一晚上的故事。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这小子对叶师侄放下了戒心，他那座坚不可摧的心理防线被叶师侄撕开了一道口子，这是咱们这2天来取得的最大的突破。好，太好了，这下有希望了。叶师侄，这是金刚琉璃镯，能挡合体期修士一击，你拿着防身。小丫头不错，有前途。这是9转紫金丹，能固本培元，洗涤灵根，你拿去当糖豆吃。师侄，这是我灵兽封的御兽金哨，以后宗门里的灵兽全部供你驱使。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啊，就是去听了个故事，怎么就成宗门功臣了？
不好。啊！他又开始了。这祖宗是不让我们活了！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修炼。又是你！昨日我是来给你售后服务的，结果听故事给听忘了。我可以免费指导你怎么正确使用符箓。小姑娘，你还是太年轻了。我走过的路比你走过的桥都多，让我来给你上一课。这个世界上，凡是标着免费二字的东西，往往才是最贵的。你今天免费教我用符箓，明天是不是就要我买你们更贵的套餐了？这叫什么？这叫体验式营销。先用免费的钩子勾住我，等我上瘾了，再一刀宰过来。啥套餐啥营销，我真的只是想教你。你们省省吧。我声音是大了点，但我不是针对你，我在骂那个无算盘，都怪他卖假货。行了行了，我错了，行吧？既然你想教我，我呢又信不过你，不如咱们各退一步。我继续给你讲那个令狐冲的故事。然后你再指导我一下这破符箓怎么用。你看，这不就不是免费的了吗？答应他，只要能让他别修炼，你干什么都行。那风清扬老前辈就站在悬崖边上，手里捏着一根枯草。他对令狐冲说：“这世间万法唯快不破，什么招式那都是虚的。真正的强者无招胜有招，只要你心中有剑，草木竹石皆可为剑。”无招胜有招，草木竹石皆可为剑。师兄，这是无上剑意啊！这小子哪里是在讲故事，他这是在讲道。难道这小子真是大智若愚，借着凡俗故事点化我等？好了，今天的这一集讲完了，这学费是不是得结一下？这就没了。令狐冲学会那个独孤九剑了吗？那就是明天的付费内容了。现在你的任务是教会我怎么让这堆破烂能用，否则明天的令狐冲出门就会被马车撞死。这也太狠了，把主角写死这种事，他也干得出来。教，我现在就教。何必修师兄，符箓是死物，人是活的，你要用你的灵气去勾动符箓里的阵眼，引起共鸣，而不是像扔石头一样把它扔出去。你看，就像这样，勾动，共鸣。你看，我就说是假货吧，你那是特供版，我这是病西西版，
我不学了，退钱。这真不是假货，是你灵气太少了，根本冲不开阵眼。少？你看不起谁呢？我炼气2层怎么了？炼气2层就没人权了吗？你们卖东西的时候，怎么不在包装上写着炼气2层与狗不得购买呢？走走走，赶紧走，明天我就去把多宝阁的招牌给砸了。等一下，我这是初级教程，其实符箓还有一种隐藏的开启方式。展开说说。这叫灵犀一指，只要按照这个手势，在符箓的前位上轻轻一划，就能利用天地灵气引爆符箓。这听着怎么那么像是在忽悠傻子呢？你试试。灵犀一指。这威力是不是太大了点儿？几千月，你疯了吗？让你徒弟教他天罡引灵指，那可是金丹期才能掌控的秘术。这一炸，要是把他给崩死了，咱们全宗都得给他陪葬。我也没想那么多啊，我就是想让他听个响。谁知道这小子悟性这么高，一次就学会了。牛逼！太他妈牛逼了！看见没？看见没？这是我扔的，这就是灵犀一指吗？这就是 VIP 特权吗？原来不是假货，原来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无算盘，我错怪你了，哈哈哈！你不是坏蛋，哈哈哈！发了，这下真的发了！此时此刻，我就是整个靠山宗最靓的仔，什么妖兽，什么后山，就是那宗主李道言来了，老子也敢赏他2个火球尝尝。叶师姐，我再给你讲几个故事，咱俩通宵。我必须得把这一堆符箓全都练会了。那我先教你连环符。你先别急着教。那风清扬对令狐冲说，你那华山剑法都是些死招，中看不中用，真正的剑法在于一个变字，敌强我弱，敌进我退，敌疲我打，要学会借力打力。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只要你心中有剑，手中无剑，那才是剑道的最高境界。这套剑法名为独孤九剑，共有9式，或剑式，或刀式，或枪式。师兄，你听见了吗？这小子哪里是在讲故事，他分明是在阐述无上剑理。心中有剑，手中无剑，我悟了，我好像悟了！哈哈哈哈！何必修这小子说的，竟是我们从未触及过的领域，实在玄奥。欲破敌招，必料敌机先，这便是独孤九剑的总诀式。嘿嘿，好了，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叶师姐，该你了，快教我连环符怎么玩。何必修师兄，求求你了，你就告诉我那东方不败到底是男是女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师姐慢走不送啊，明天想听记得带点新货。师兄，
你见多识广，可知那东方不败到底是男还是女？滚！坏了，他好像又要出门。啊！看他满身杀气，这是要去寻仇。看这方向，他是要去昨天那个小树林。坏了，他可能是去找那只灵兽寻仇的。灵兽还在小树林里吗？演完戏我就把他弄回来了，这会儿估计正在灵兽园吃饭呢。快把他扔回去，立刻马上！何必修的自信心刚建立起来，正是膨胀的时候。要是让他扑了个空，这股气泄了，再想让他去后山可就难了。必须让他打，还得让他打赢。这就让。我知道你就在草丛里，别躲了。昨天你不是很嚣张吗？出来单挑！你出来啊！难道真不在？还敢无视我？好 ，VIP 至尊连招启动，冰锥斧，给我动！切，还以为你多厉害呢，花里胡哨。在我这超能力面前，一切防御都是纸老虎。不对，符箓这玩意儿是消耗品，用一张少一张。要是兜里没符了，我不就成待宰的羔羊了？看来我还是得搞点功法练练。听见没？他想要功法，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师兄的意思是，你们附耳过了。救命！这位师弟，我不行了，这是我从上古遗迹中拼死带出来的绝世功法，只要你肯救我，这功法就送给你。怎么样？这演技可以吧？那可是万龟宗的原本，只要他弯腰捡起来。哥们儿，别装了，你这碰瓷儿的技术还得练。你这一身衣服连个褶子都没有，就脸上抹了点鸡血。你跟我说你刚从上古遗迹拼杀出来，还有这书简，金光闪闪的，一看就是刚打磨抛光的。我猜，接下来只要我一伸手，旁边草丛里立马就会跳出3个壮汉，然后说我抢了你的传家宝。你这种把戏我见多了。
晦气，出门没看黄历，全是骗子。靠！送东西不行，卖给他东西不行，骗他还不行，到底要我们怎么办？要不我去试着联系一下魔门，那帮家伙稀奇古怪的功法多得很，说不定有什么办法能把何必修这个大宝贝给弄走。既然不能帮他，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师兄，你的意思是？我懂了，这小子吃软不吃硬，你越是上赶着送，他越是觉得你有鬼。你得反着来，先贬低他，再让他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脸打回来，这样他才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凭自己本事挣来的，跟咱们没有半毛钱关系。待会儿我们可以这样，我跟你们说啊，都等了快2个时辰了，何必修怎么还不来？再不来，那拍卖会都要散了。嘿嘿，嘿嘿，何必修，你干嘛？想吓死我啊！叶师姐，我看你在这儿发呆，想什么呢？这么入神。今日福禄峰休沐，我来这里兼职。不容易啊。什么？福禄峰？你是福禄峰的弟子？那岂不是意味着以后买福禄有内部渠道了？是的。对了，你来多宝阁是要买东西吗？想找吴算盘买点功法。师尊果然神机妙算，连何必修要买功法都算到了。何必修师兄，你想买功法，可千万别去多宝阁，那吴算子卖的东西又贵又坑。我知道一个地方，那里什么功法都有，而且价格公道。啥地方？想让我告诉你，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啥条件？你得告诉我，那东方不败他最后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行，我答应你。那咱走吧。哎，等等，你不用跟吴算瓢请个假吗？矿工可是要扣零食的。一个兼职而已，无所谓，朋友的事要紧。朋友？我孤身一人穿越过来，宗门那群大佬一个个看着客气，实际上都巴不得离我远远的。我知道，那不是尊重，是畏惧。没有一个人真正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可眼前这个叶姑娘，不是那种人。叶师姐，你不是说带我来买功法吗？怎么把我带执法堂来了？何必修师兄，你想想，我们靠山宗有10几万弟子，人一多，是非就多，平时磕磕碰碰，各种纠纷总是难免的吧？不过，这跟我想买功法有鸡毛关系？纠纷有很多种，比如2个弟子一起发现了天才地宝，为了怎么分吵起来了。再比如你借了我的灵石，说好3天还，结果3个月了还没动静。在所有纠纷里，最多的就是这种借灵石袋的纠纷。所以呢？所以执法堂就要管啊，那些欠了灵石又不还的弟子，执法堂就会出手，把他名下的东西全都收走，然后拿出来拍卖，所得的钱财再交还给债主抵债。我懂了，叶师姐，你真是我的福星啊！不瞒你说，我最近发了笔小财，待会儿进去，你看上什么只管开口，就当是带我来这儿的谢礼。站住！拍卖重地，闲人免进。这位师兄，我们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参加拍卖会？就凭你们，今天的拍卖会座位有限，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去的。来了来了，
经典的反派龙套看门狗桥段。这位师兄，不知这拍卖会需要什么资格才能进？资格？300块下品灵石是最低的验资门槛，拿不出来就赶紧滚蛋，别在这丢人现眼。300灵石对普通杂役来说确实是一笔天文数字，难怪这俩人如此嚣张。原来如此。不就是验资吗？来，师兄，你给验验。这3000、5000，不，上万！我没看错吧？你一个杂役弟子，竟然随手就能掏出上万灵石，世界疯了还是我疯了？师兄们，这些够吗？够了，绝对够了！师弟，里面请，里面请。叶师姐，这拍卖会在哪儿开呢？我去，这排场可以啊！开个拍卖会直接动用传送门。何必修师兄，这不是传送门，而是一个小世界的入口。为了今天这场拍卖会，这个小世界可是宗主和几位峰主联手花了半个时辰刚刚开辟出来的。厉害，太厉害了！走，叶师姐，咱们进去开开眼。听说了吗？这次拍卖有不少好东西，都是从长乐坊那个老赖手里抄出来的。你说长乐坊那个姓钱的，他不是元婴中期吗？执法房动得了他？嘿，你不知道，他借了丹峰一位真传师姐的灵石去赌，结果输了个底朝天，人家师姐一纸诉状告到执法堂，谁敢不给面子？元婴修士都被法拍了，刺激！我是冲着柳师兄那把流光剑来的，那把剑是2阶上品，据说锋利无比，斩金断玉都跟切豆腐似的。那东西起拍价就得800灵石，你有那么多钱吗？砸锅卖铁我也得拿下，有了它，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我就有把握冲进前100了。2阶上品法剑，这可是好东西。要是让多宝阁那奸商卖，少说也得2、3千灵石，在这里居然只要800起拍，捡漏，绝对是天大的漏。那株凝神草，你们谁都别跟我抢！我卡在筑基6层已经3年了，就差这点东西突破。还有那御风诀，听说记录了身法精要，要是能参悟1、2，以后跟人斗法，保命能力大增啊！那个说要抢流光剑的内门师兄，不是剑锋峰主座下的亲传弟子吗？他用的可是6阶的本命飞剑，看得上2阶的破烂。还有那个喊着要拍凝神草的筑基师姐，她上个月刚结成元婴，怎么又变回筑基6层了？还有福禄峰的几位师兄师姐，怎么都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坐在不同角落？宗门竟然出动了上千名弟子乃至长老，陪他演这么大戏，这简直太厉害了！叶师姐，发什么呆呢？咱们得找个好位置，方便竞拍。叶师姐，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傻？放着这么好的位置都不坐？也许是吧。那么问题来了，叶师姐，按照正常的剧本发展，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就该有一个不长眼的弟子
或者某个封主的孙子跳出来，他会指着我的鼻子，一脸嚣张的喊：“你一个臭杂役，也配坐在这里？赶紧给老子滚！”然后呢？然后就轮到我登场了啊！我会看都不看他一眼，直接从储物袋里倒出几万灵石，然后用一种风轻云淡的语气问他：“现在我有资格了吗？”那一刻，全场哗然，所有人都被我的财力震惊，开始疯狂猜测我的背景。这叫什么？这叫装逼打脸！拍卖会不来上这么一出，那跟去青楼只喝茶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宗主请来的托，肯定都知道你的背景深厚到能捅破天，谁敢跳出来打你的脸啊？剧本里没这段啊！这要是没人配合，让这位小爷冷场了，回头宗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咋办？临时找个人上去配合一下。师弟，要不临时找个人上去配合一下？何必修这小子现在就是个火药桶，不让他炸一下，我怕他心里憋着难受。宗主师兄说的对，这小子就是个暴发户心态，不让他显摆一下，他舒服不了。你们看他那架势，这要是不让他把脸打了，这股气泄不出去，待会儿拍卖的时候，他还有心情出价吗？各位稍安勿躁，这场戏还真就不能给他加上。这股气憋得越久，待会儿在拍卖台上炸得才越响。师弟说的也有点道理，那就先按兵不动，所有人都不许动，谁也不许上去触他眉头，让他等着。叶师姐，这帮人怎么回事？眼睛都瞎了吗？没看到一个杂役弟子占了最好的位置吗？他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何必修师兄，你别等了，不会有人来找你麻烦的。为啥？何必修师兄，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位置特别好？那当然，离讲台最近，看得最清楚，这还用说？其实不是的，何必修师兄，你看啊，在场的这些师兄师姐，修为最低的甚至都是炼气7层。以他们的目力、听力，就算坐在最后排，也能把展台上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更别说那些修为更高的师兄师姐，他们神识一扫，整个会场都在他们脑子里，跟亲眼看没什么区别。所以，你觉得宝贝的不得了的位置，在人家眼里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区别，谁会为了一个根本不在乎的东西，来跟你一个一个财力雄厚的师弟过不去呢？剧情不对啊！按照套路，不应该是主角扮猪吃虎，恶少嚣张跋扈，然后主角掏出灵石或者更牛的宝贝，最后引得全场震惊，美人侧目吗？怎么到我这儿，我就成了没有观众的跳梁小手了呢？要怪就怪那些写小说的，非得把这种桥段写得那么爽，搞得我想不记住都难。对，就是他们的错，我应该拒绝内耗，不能再按照修仙小说里写的剧本了，我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待会儿拍卖会开始，一定要冷静，要沉稳，不要头脑发热，必须瞅准了再出手，省得再闹出刚才那样的笑话。对，就这么办，捡漏才是王道。啊！何必修的脸跟画板似的，虽然不知道他心里经历了怎样一番天人交战，但总算消停了。天啊！这次的拍卖会居然是灵师叔亲自主持！诸位师弟师妹，诸位同门，欢迎来到由门外执法堂举办的物品拍卖会。我是本次拍卖会的主持林秋池。
那就是宗主口中关乎整个靠山宗命脉的小家伙，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弟子，不过看起来倒是有点小帅。闲话不多说，本次拍卖会规矩是价高者得。第一件拍品，2阶下品灵兽雪云狐，此兽性情温顺，无任何攻击力，起拍价3000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3100、3500。这种灵宠就跟前世养的小猫小狗一样，主打一个陪伴。不过修仙界动辄就是上千上百年，有个伴挺好的。别冲动，这只雪云狐现在虽然只是3阶，可它成年后修为能稳稳达到化神期。你现在才炼气2层，跟它的修为差距太大了。它一个无意识的灵气波动，都有可能把你震成内伤。炼气期和化神期确实相差太大，万一他哪天打个喷嚏直接把我给喷没了，那找谁说理去？5000下品灵石，这雪云狐归我灵兽峰拍下。接下来是第2件拍品，此剑乃是一位元婴修建的本命神兵，饱经元神精血淬炼，其锋芒可破天地法相，起拍价4500下品灵石。之前多宝阁那把破道都要800灵石，这把不仅听着就高级多了，居然还只要4500灵石就能起拍，搞！何师弟，你连1阶法剑都无法催动，这4阶上品，你买回去当烧火棍吗？是啊，买这东西，除了证明我有钱，也没多大意义。这第3件拍品开始竞价，是一枚5阶丹药，起拍价3000下品灵石。3100。何师弟，注意自己的修为啊！等你突破化神之时，这药效早没了。那我买4阶剑阵图总行了吧？这总用得上吧？你连1阶剑阵都用不上，买4阶的图回去垫桌脚？那我到底能买啥？你这修为最适合买的是保命符、疗伤丹、逃遁符。怎么，要不要师姐给你推荐几样？得，我算是看明白了，今天不是来买东西的，是来接受师姐全方位打击教育的。明白就好。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场拍卖会我就是个陪跑的。叶师姐，这人能处，每次都能精准的往我心口上插刀子，有事他真劝。风师弟，这就是你的计划吗？这都拍了几十件了，他连1次牌都没举成过。我们费尽心机演这么大一场戏，就是为了让他来看热闹吗？你要不给我个解释，今天这事儿没完。各位师兄师妹，别着急，正餐之前的开胃菜总是要多上几道的。他吃得越不尽兴，待会儿对主菜的渴望才越浓烈。好戏才刚开始。师弟，你看，那是4阶阵盘迷踪阵，据说连元婴修士都能困住1时3刻。跟我有关系吗？想买4阶剑阵图，说我买回去垫桌子腿，同等级的4阶阵盘迷踪阵，买回来当盘子用吗？何师弟快看，是驻颜丹，5阶丹药，能让容颜永驻。哦，哥现在这张脸，年轻的能掐出水来，用得着那玩意儿。再说，真等我老到需要驻颜的时候，早就成一捧黄土了。这特么根本就不是什么捡漏大会，而是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名为你买不了的个人展。师姐，这拍卖会还没计数，怎么人都开始走了？师弟，这很经常啊。演唱会还没结束，观众跑了一半，这叫正常吗？师弟，咱们执法堂的拍卖会跟外面可不一样。咱这叫精准定位。几个意思？你想想，今天来的师兄师姐，修为各不相同，从铸金金丹、元幽化神都有。
他们需要的东西肯定不一样。这话没毛病。所以为了节省大家的修炼时间，执法堂按照物品的品阶从高到低来竞拍。那些修为高的师兄师姐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当然就走了。我懂了，原来不是我买不起，而是还没到我出手的时候。所以，咱们炼气期的东西还在后头。那必须的。诸位，本次拍卖会进入最后环节，请各位把握机会。何师弟，会场里就剩7、8个人了，你还拍不拍？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哥的灵石已经饥渴难耐了。高，实在是高！风师弟精准定位这个词用得好啊，把那些化神元婴都合理合法支走，剩下的不就都是跟咱这位小祖宗差不多的炼气期弟子吗？修为差不多，财力上那小子可以碾压全场，身怀8万多下品灵石，买点炼气期的东西还不是手到擒来？这个局做的天衣无缝，天道都挑不出半点毛病。师兄，继续看吧。最后阶段第一个拍品，灵雨树，可小范围降下灵雨，滋养灵植，净化尘埃。起拍价10下块灵石。有了这东西，以后给灵芝园浇水，其中还用得着我尊者出手，而且只要10块下品灵石，简直就是白送。我出100块下品灵石。大哥，你是认真的吗？赌场有矿啊！一个烂大街的灵雨树，你开口就给100个？110、150，我出200。300、350。好，灵雨树以350块下品灵石的拍下。看不懂，完全看不懂，这到底啥情况啊？第二件拍品，1阶上品法剑，清风，起拍价50块下品灵石。虽然我现在用不上法剑，但先买下来。显然50块又不贵。我出500、600、800，我出1000。又来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我算了，看明白了，这几个人根本不是针对我，而是单纯看所有举牌的人不是顺眼。师弟，他们是不是疯了？风眼尘，这就是你的好戏。师兄，再给我1炷香时间，很快就有结果了。好，就1炷香，如果不能让我满意，你懂的。我这几千年道心都快稳不住了。下一件拍品，伐墨土狗1只，名旺财。原主因偷窃同门灵骨，无力赔偿，以此狗抵债。起拍价1块下品灵石。这狗是能要中拍出3块灵石，都算给执法堂面子了。300、350、500、800、1000。这哪里是在拍土狗，这分明是在拍上古神兽麒麟幼崽。3000。这帮疯子根本不是来买东西的，他们就是来炫富的。不过我买不到，我可以把水搅浑啊。下一件拍品，辟邪剑谱1份，起拍价20块下品灵石。300、301、500、501。
我就你比有钱那么一点点，气不气？1500，你牛，你拿去。1111枚，1222枚，1333枚，1444枚，1555枚，1666枚。师姐今天谢谢你了，帮了这么大忙。走，我请客，咱去醉仙楼点最贵的菜。师弟，那地方太贵了，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吃点就行。师弟，是那个乱叫价的疯子。这傻小子想干嘛？拍卖会上当了冤大头，心里不爽，想找回场子，还是说准备劫个道？师弟，他过来了。师弟，你退后，这里有我。师姐，就算有事，也轮不到你一个女孩子冲在前面，否则我何必修算什么爷们儿？秦破天，你那宝贝弟子要干嘛？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让他去拍卖会抬价搅局，没让他去招惹小祖宗啊！这混小子任务完成了，还不赶紧滚蛋！等等，师兄，各位稍安勿躁。何必修刚在拍卖会淘了这么多宝贝，索性让他实操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一个战锋外门天之骄，竟然沦落到向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弟子请教抬价艺术，这事要传出去，我以后在战锋还怎么混？可他那神鬼莫测的让对方当冤大头的艺术，我太想学了。师姐看见没？这家伙完全没把咱俩放眼里，他现在就是在想用什么姿势才能更帅气的把咱俩踩在脚下。师姐，待会儿听我口令，只要那小子敢动，咱们先下手为强。你好，这位师弟，在下战锋江望北，想向你请教一二。师姐，护他娘的！妖孽，看法宝，给老子定！这玩意儿是坏的吗？小五行绝杀阵，起！我的天，他不会以为这些法宝买回来就能直接用吧？他难道不知道法宝需要炼化吗？这小子是半点道心都没有啊！雷师弟此言差矣，何必修只是低等杂役，以前见过的法宝最高级的应该就是储物袋了。现在一夜暴富，修仙知识没跟上，不懂得祭炼法宝也很正常。风师弟所言极是，以后要想办法提升底层弟子的知识结构才行。我的心在滴血呀！我好好的徒儿被炸成猴子了。风眼尘，这都是你的好主意，我徒弟招谁惹谁了？师姐别停，继续轰炸，我就不信干不停他！别打了，我不是来找茬的，我是来学习的。学习？我看你是想学习一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吧？停手！我是来请教竞价艺术的。那个，这位师兄，你早说啊！我他妈不是一直在说吗？你们听了吗？战锋，
江望北见过两位师弟。实在抱失谢，江师兄，你看这事儿闹的，为了表示歉意，我做东，咱们去醉仙楼。醉仙楼就算了，那是给外地人装人面才去的地方，死贵还难吃。我知道一个地，味道那叫一个地道。放肆！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执法堂门口私斗！你们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师兄息怒，都是误会。哼，这满地的狼藉，还有他身上那股焦糊味，你管这叫误会？师兄明鉴，我们绝对没有私斗，我们这是在进行友好的学术交流。你当我是傻子吗？谁家学术交流能把人交流成一块黑炭？是这样的，师兄，我们刚才在拍卖会上都拍到了不少符箓，这不出来之后一时技痒，就想着切磋一下彼此对符箓的理解和运用心得。大家都是同门，点到为止，主要是为了共同进步。高人，这才是真正的高人，不光竞价艺术登峰造极，连胡说八道的本事都炉火纯青。我今天算是来对地方了。对，两位师兄，我们真不是私斗，我们是在探讨符箓之道，绝对是遵纪守法的好弟子。两位师兄请看，我是去年符箓峰评选出来的炼器期最佳仙苗，我最喜欢研究符箓了。我战锋江望北，也是去年炼器期最佳仙苗。你们俩是最佳仙苗，喜欢研究符箓和战斗，说得过去。那你呢，小杂役？你该不会是杂役之光吧？行了，收起来吧。既然都是为了修炼，那也算情有可原。不过你也别自卑，以后好好跟你这两位师兄师姐学习，知道吗？那我再问你们一遍，真没有苦主吗？没有。私斗之事暂且不提，但你们损坏公物，照价赔偿，这是宗规。应该的。师兄，您看这些够不够？不够我再拿。念在你们是初犯，又都是各峰优秀弟子，这次就从轻发落，写份保证书，保证以后绝不在不当地点进行不当研究，这事儿就算了。江师兄，快说那个地道的地方在哪儿啊？何师弟，你可真是我的偶像！刚才那俩筑基师兄多吓人，那威压我都喘不过气了。结果你三言两语就把那件事给平了。还有那个什么学术交流，这词儿用得好，要换成我，估计当场就跟他们干起来了。江师兄严重了，我们是讲道理的嘛，能动口就别动手。何师兄，江师兄，以后三个就是靠山宗的铁三角了。叶师妹说的对，我看我们也别地势师妹的叫好，太生分。我们仨今天就在这儿斩鸡头，烧黄纸，结为义兄弟姓，不求同年同月。江师兄，你这不是有点太担心了？结拜不过大事，得慎重。我们多久才认识？连顿饭都没有一起吃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再多联络律师，深入了解一下。何师兄说的对，我们还是先吃饭吧。这特么不就是前世的大排档吗？秦氏小馆，这地方好，接地气，我喜欢。雪妹子，给我们安排个桌子。江师兄，你来啦！这不是之前那个卖草药小妹吗？哎，小雪，我给你介绍下，这是我新认识的何必修兄弟，这是叶落子，这是秦雪，
这家小馆老板娘的女儿，我跟她很熟的。和师弟好，叶师姐好，江兄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拿菜单。小雪，3号桌的爆炒炒灵珠都煮好了，快点端过去。3位师兄师姐先坐，我去就来。小雪她爹以前是咱们宗门镇守北境的修士。10年前，北境妖兽暴动，他爹为了掩护同门，战死在那里。他娘就带他回到宗门，开了这家小馆。这丫头是法风的天才弟子，只要一有空，就会跑回来帮他娘的忙，特别孝顺。原来那天那个漏洞百出的英雄救美计划，背后是这样的故事。人家一个小姑娘也是为了生存，反正也没骗到我。这事就翻篇吧。宗主师兄，我这徒弟单纯的像张白纸，万一他说错话，把咱们之前那场戏给捅破了，那……何师弟，快给我讲讲你那个竞价艺术到底咋回事？江师兄，我这点微末道行，其实是我早年从一个黄毛前辈的书里悟出来的。那本书叫《交易的艺术》，而竞价不过是交易中微不足道的分支罢了。何师弟，黄毛是哪位前辈大能？我咋从来没听过啊？那位前辈比较低调，游戏人间，不喜留名。我也是偶然才得知他的道号。师弟，那书还在吗？失传了，我也只看了别人的手抄本，而且只有一点点。所谓竞价，核心有3：第一，知己知彼。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兜里有多少零食，你这次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底线在哪儿，更要摸清你的对手，他们是哪个山头的，他们大概有多少身家，他们的目标又是什么。有道理。第二，气势压迫。你看我加价，为什么每次只加1块零食？那不是小气，那是一种心理上的挑衅。我在用行动告诉他，我就比你多一点点，但这一点点是你永远无法跨越的天桥。这种感觉最折磨人，最容易让对手上头，从而做出不理智的判断。没错，我当时就是这种气血上涌的感觉，差点当场拔剑。第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学会果断放弃。当价格超出预期，无论你多喜欢，都要毫不犹豫地放手，把那个烫手山芋笑着让给你的对手，让他赢了拍卖，却输了里子，让他花大价钱买个教训，这才是竞价的最高高境。咱们的目标不是赢得某一件拍品，而是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笑到最后。有道理啊，这小子歪理还真是一套一套的。这已经不是术了，这是阳谋。啥情况？好像是小雪妹子未婚夫找事，这货敢找我靠山宗的不愉快。走，今天必须给他上一课。岳不哥，小雪已经答应退婚了，你连1天都等不及吗？伯母，话可不能这么说。当年是我爹和秦伯父酒后戏言，当不得真。小雪妹子虽天赋不错，可家世太差，对我日后仙途毫无助用。所以这婚约不是退，是解除。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宗主师兄，我那徒儿昨日就传讯于我说有事禀报，是我忙于何必修之事，未能第一时间见他。想来他要说的就是这退婚之事。如今这辟邪宗的小可爱，竟敢在我靠山宗地盘撒野，此子当诛。师妹稍安勿躁，小辈之间的事还是让小辈自己解决更妥当。师妹，有我们在，还能真让他伤到你徒弟不成？等等看，你跟那个姓岳的有感情吗？没有。
我与他是长辈当年定下的指腹为婚，从小到大总共就没见过几次面，谈何感情？那你想解除婚约吗？想，我根本就不想成什么婚。昨日他私下里找到我娘，我当场就答应了。可我说姿势体大，我必须先禀告师尊。他今天故意闹到这里，就是想让我和我娘难堪。明白了，交给我。懂？明白。嘘，大家一会儿听我口令。秦伯母，言尽于此，就此别过。哼。站住！把话说清楚再走。咋的？你还想请我喝茶不成？给小雪妹子和秦伯母道歉。你算老几？哪儿凉快待哪儿去。干什么的？尔等在此聚众私斗，该当何罪？师兄，我们没闹事，我们在进行友好的学术交流。啥交流？刚参加酒足饭饱，吃得正高兴，就聊起了修炼上的事儿。这不聊着聊着，大家对符箓的使用方法产生了一些小分歧。刚好3位来自辟邪宗的师兄听闻我靠山宗符箓之道出众表现，他们也对符箓存在一些困惑。学术交流。我靠，这杂役师弟简直是个人才！何止是人才，简直是鬼才！把友好探讨说的这么清新脱俗，我还是头一次听见。师兄，他们想干啥？执法堂的师兄，他们想群殴我们，这不合规矩。这位辟邪宗的师兄，你不要激动嘛，我刚才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靠山宗弟子只是向邀和你们进行一场友好的学术交流。没错，宗门鼓励弟子们勤于修炼，勇于探索。修炼的事儿能叫斗殴吗？都散开，围成一圈，不要让不相干的人打扰到师弟师妹们的学术交流。叶师姐，还等啥呢？交流开始。好嘞。顶住！给我顶住！兄弟们，动手！操！死了没？是你们逼我的。何必修师兄别怕，你不会受伤的。各位靠山宗的师姐、师弟、师妹们，在下岳不明对各位的符箓大道佩服的五体投地。这小子还不赖呀！何必修，你找本宗主所谓何事？启禀宗主，杂役弟子何必修，恳请退宗。退宗？简直是胡闹！没错，是我们都在陪你演戏。何必修，你经过了考验，你被选为宗门的继承人。我是继承人，我是继承人。何必修，几点了还不起？现在立刻马上去挑大粪。Oh my god，怎么又是这个梦？